在 button 拿到 AA， 这里还有我在这张桌子，我觉得优势算是大的。不过麻烦是我是短码，所以没有太多机会可以打翻牌后，我必须先想办法去翻倍起来。那这手牌 AA， 我决定在 button 选择一个混合战术 limp， 因为我不想要让他们盖牌，或是让他们看不到翻牌，所以我跟入之中的小盲就跟了一个很宽的牌进来。好，那大家全部都跟好，所以呢，女生也过牌，看了 flop 呢，我中了一个顶 set， 重点是我还带 A diamond， 两家过牌之后我也过牌。好，这边有趣了，在这个 turn 上来一个后门的花座，所以意思是呢，有顺座，有花座，有很多买牌的机会。Hello， 我是 Navin， 我现在在越南岘港，这也是男生最爱的地方，对不对？我这次来打比赛，其实是打 USOP 的系列赛。岘港我来了好几次啊，它就是有海边啊，有度假的感觉啊，有很多按摩的地方啊，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带家人小朋友来这里真的超级适合的。那今天这个比赛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越南这边啊，其实坐飞机非常近，2个小时左右就到，而且气候跟时间非常容易可以去适应。再来它的吃啊，平均一餐你随便吃一次，大概100左右台币可以吃得非常非常饱。如果你想吃好点餐厅啊，大概500到600左右的粤币都能吃到很好的法式餐厅跟很高级的餐厅，各种餐厅其实都会有。再来按摩呢，按摩其实这部分呢，你到了全部的地方都有很多按摩可以按，而且非常的像是度假跟休闲，有4手、6手。跟什么样的按摩的各种的服务项目。那在住宿部分呢，其实你可以住一晚，大概是可能20-30块美金啊，甚至到30-40块美金，而且都还是非常的不错，大概平均才1000多台币而已。再来最重要的是打牌，打牌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也 high roller 从2000美到1万美都非常多玩家可以去参加，而且他们可以 rebuy 的能力非常非常强，基本上都是100人以上左右的起跳。那讲到这边，为什么抽税10%我还要来越南呢？抽税的部分还是非常看你个人自己啊。那对于我而言呢，我觉得这么综合考量下，我觉得来越南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你是单身的人来越南，相信看到各种网络上的攻略，如果这边是所谓的男人天堂，有可能是你另外一个选择。这是第一站，看我露点吗？不要，露肥了。休息一下，第一站我们今天飞坐很早过来，下午飞机就太晚，达不到今天比赛，所以我们很早到。现在应该10点多，所以按个摩，吃个饭，休息一下，check in，然后下午2点后就开始比赛。Hello， 今天是来岘港第一天的 USOP， 然后我们打一场还开 roll 了，现在已经进前圈了，127人，现在剩15个人。然后8-1大概是2200多美，现在可以 cash 大概至少有个4000美左右。但是比赛很有趣哦，因为其他军马大概只有15个大盲，可是到了 final table 9人座的时候呢，会退盲军马退到平均是30个大盲。所以呢，等一下策略如果其实打到剩10个人、11个人的时候，会很像如果你有打过 Natural A Online 或 GG Online 的话，你就会发现后面的那种差几个人进 final 很关键，你可能要打得更紧一些，因为到 final 会降盲。那大家军马都很短的时候，你就是不太一样策略。然后希望我们可以顺利进到 final。Hello, my girlfriend. This is Gavin. Hello. From Ireland. The yeah. golf pool, yeah. Very good golfer. And this one is the Bad golfer. 雷神索尔漫威索尔 like 索尔 right? PLO final table now. First PLO tournament. First PLO tournament. I don't know. I'm talking slower than that. But he's not single, okay? If single, I will no. 介绍给你们。How old are you? 25. 哇，very very young. Baby. Yeah, very baby. Baby. 你好。What's your name? Make. Okay, good luck to PLO. Thank you. Well done. 然后打了一阵子之后，后来就一路很顺利的打到最后，然后进入到决赛桌，我们才发现他决赛桌会降盲，而且还有直播桌。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最短码终究到底可以第几名吧 ？Let's go！ 因为呢，我 online 打非常多这种，剩下最后10人、11人 final 会退盲，所以你看这个 pay jump， 我们刚才10个人，然后基本上这个大概3万等于台币大概就是快3万、快4万，然后下一个又多了3，我们刚刚一次在这个 pay jump 把很多牌该拖6个台面拖光，然后每个时间拖，然后该盖的牌盖掉，该边缘牌再忍，就突然现在剩下8个人了。所以我们要进到 final table， 而且会退盲。我们7个大盲、6个大盲，瞬间就变成15个大盲。等一下机会又来了，看我们往后打。好，比赛开始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来看这个马量分布。我是这场里面最短的马量玩家，差距后面就是16 BB 的倒数第2名以后呢，全部都比我多非常多，所以我没有任何所谓的 IC 的问题。我们就来往下看下去。好，很快的这手牌来到我马上可以玩的手牌。
，COA 玩家开注，好，一路到我这边。那这个地方呢，有趣的是我拿到 Q7 不同色。Q 不同色呢，我会建议在决赛中我们必须要打的小心一点、紧一点，因为我还有1圈的机会。当然你可以去抵抗，但我会建议在决赛中必须要再紧一点，找到更好的机会。所以这手牌一开始我决定盖牌。好，接着呢，过了1圈之后，我在 bottom 拿到 AA。那在决赛中开始啊，这个玩家所有的分布，其实我还算是蛮熟悉的，就是比较会玩的大概只有1、2位，其他玩家就是比较多的是游客，或者是偶尔最近出现的一些国际赛玩家。这里还讲我在这张桌子，我觉得优势算是大的，不过麻烦是我是短码，所以没有太多机会可以打翻牌后，我必须先想办法去翻倍起来。那这手牌 A， 我决定在 bottom 选择一个混合战术 limp， 因为我不想要让他们盖牌，或是让他们看不到翻牌。所以我跟入之后的小盲就跟了一个很快的牌进来，好，那大家全部都跟好，所以呢女生也过牌，看了 flop 呢我中了一个顶 set， 重点是我还带 A diamond， 两家过牌之后我也过牌，好，这边有趣了，在这个 turn 上来一个后门的花座，所以意思是呢有顺座有花座，有很多买牌的机会。那双方在过牌到我之后呢，这边我决定开始是当然要下注了，好，下注完之后呢，小盲在 turn 上跟注，女生大盲盖牌啊，结果呢。最后 River 开一张5，虽然一张沉睡小盲过牌，但我觉得在这个码量来讲，他如果真的会有6的话，基本上他都会自己 all in。所以在 River 我决定还是要 all in 我剩下的一点点筹码，目标是找他2对以上，甚至1对，我相信我去拿这个价值。那就我在地方被想了超级久之后，最后想了非常久之后呢，他盖牌，我收下这把底池，然后让我筹码至少可以来到还不错的一个10几个大盲左右。好，紧接着这手牌bottom玩家开注，看我在大盲拿7对，就直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 sharp all in。那对方呢这里也跟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在决赛桌攸关我能不能继续下去的一手跑马。那我们就看下去，很开心啊，就是在 turn 上我就100%赢下了这把底池了，所以这个让我筹码瞬间上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码量，还可以去玩很多翻牌。好，这手牌我们看到我们码量结构呢，瞬间冲到了中间，在20个大盲，所以呢有非常多的空间呢，我们在后面继续往下走。好，紧接着呢看了一下之后，这时候呢大概要玩了几手之后呢，就有一个玩家出局了，所以剩下最后7个人，我们可以看一下码量的分布。决赛桌非常重要的是，你要无时无刻，只要桌上玩家码量有变动的时候呢，你要留意整个所有玩家的码量的差距，因为会决策到你哪些牌要玩得更松，哪些牌玩得更紧，而会攸关于你在决赛桌每一个 pay jump 的奖金哦。这手牌呢盖到 card of 的目前桌上的 Chief Leader， 那 Juliet 这边他开注8-1对。OK， 我看完我的手牌啊，这边非常好的机会啊，我拿到一个 J1对。那这边呢就有2个策略嘛，要么 all in， 要么就是3B。但是因为在后卫的范围，而且我的码量会让对方觉得可能还存在一些3B 的 bluff， 所以我不想要直接 all in， 尤其是你遇到桌上的 CEO， 在 card of 基本上会开着非常宽的范围去攻击后面的玩家，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呢要做一个3B， 去让对手会有更多牌的去后背 all in 我们，或者是扣更多牌。那当然，这手牌它是8-1对，是非常大牌，是一个重牌，很难去闪掉。但如果它是 A 小，如果它是一些可能2高张过8的，或是有2张穿衣服的，基本上很大的概率它有可能也会去跟我们3B， 或者是不信我们做一个 4 倍的 bluff。所以重点是我们要留下来它更多有4B 炸胡的范围，或是跟更宽的范围跟我们3B。所以我这里才决定做一个3B。那当然这手牌就是它 all in snap call。你就可以看到这把最后的结果，很不错啊！现在的各种不管是跑 flipper 或是领先的大幅度跑马都有顶住。好，马量上来之后就非常健康，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选择嘛。这手牌第一家开注之后到我在 COA， 哇，看到手牌 top range S King。那对手这玩家是伊塔，是我在这几年在外国很常碰到一个澳洲籍的玩家。重点是他会讲中文，所以我在跟澳洲这群朋友们呢，有时候听不懂一些英文的，请他帮我翻译一些。但是先跟大家讲，我的英文比他的中文更好操作，因为他中文也是只会基本一些，但是至少还是可以讲一些基本的聊天嘛，毕竟都 OK， 还是可以用翻译或干嘛，都还是很不错。那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 nice 的玩家，非常的有气质，非常的有礼貌。好，那这手牌就是一个标准的撞牌
Cooler，因为他13个大盲嘛，我这里3B 他基本上他 all in 我是不可能会盖牌的，当然这把牌是他 all in， 我们跟住看看这个牌的状况。flop 没开出来，那 flop 我们有一个后门花跟后门顺，结果 turn 就中 K， 很开心，让我筹码瞬间上到目前可以看到的46个大盲，非常巨的筹码。那这场比赛机会瞬间冲上来了，而且目前我淘汰的是一个很厉害的玩家在桌上的，所以让我的空间、让我的机会会大幅度在这场比赛提高很大的一个胜率。好，这手牌也看到我筹码瞬间冲到第1名的 Chip Leader。好，接着呢，筹码变多的时候，就开始去放宽我的范围，不断去进攻。例如说，我的 High J 就开始比较宽的范围就会去 Open 了。那这把 Open 中的大盲玩家他选择了抵抗。抵抗中的这个 flop 是我们超级 hit 到我们 open racer 的范围，所以我在这边只需要下一个极小的一个注码，所以我下个注码中呢，而且刚好还有3应对去抵赖对方一些可能没有跟牌面有关的比3还高的2高张，去让他不能看 turn 免费的这些牌，那就这条牌是一个很好的牌。那他可以 all in， 他可以跟住，但在这后面他不会就说他 all in 我们就盖牌，因为毕竟很容易中到我们任何的一个范围，所以这种牌他就是跟住。然后当然他跟住中了这边我也不敢去动，因为依照这麻将来讲，他如果中了任何一对，不可能会去盖牌的。所以呢，在 turn 上我们还是有一些修档的价值，例如说他可能有一些 Queen 10，有一些买顺的这些左右牌，例如说可能10x 或是 QX 这些所有手牌。那在这边呢，甚至他可能扣一些 King High 再 flop 一张梅花。在后面去买牌也有可能，所以我们3、4有机会可以修档的。然后 turn 过牌之后呢 ，river 超级好运，中到3条3。我们看了结果的上天的视角，天眼就是本来就领先嘛。可是当 river 在电话3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说可能当下我是领先在 turn 上，是 river 我才变成是超车，所以我可以赢他所有的一对的手牌。那当然 river all in 之后呢，他这边就秒盖，那基本上就很清楚知道他这个牌面跟他是。没有中到任何一队的，不然这个筹码来讲，他一定会想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因为他决赛都退盲，所以打到现在还没打完。那我猜打完应该要到5点吧，5、6点。我从下午3点半开始打到现在，所以你们算一下，应该是12个小时多了吧。那今天其实这场开幕赛人真的非常多，是比我想象中来的多。那我现在位置我觉得整个桌况掌握的很不错，然后位置也很好。Anyway， 反正就是有直播桌，我们就把手牌打好。好，接着这把牌盖到我在小盲，那我筹码是非常巨的，所以我开始会对所有的玩家去施加压力。那小盲92输题，我就做一个 open 一个 step， 我 open 偷盲中了大盲抵抗，那 flop 呢我这里过双方过牌，然后 turn 呢我继续再过牌。那 river 呢？我下一个小注码，是因为基本上在这个双花座 flop 到 turn 对方都不去下注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他的牌应该是蛮多，就是也没有中的手牌。对，那我 river 只需要下个小注码就有机会盖掉这些什么 Q high 啊、J high 啊这些手牌。结果他 raise 我，因为他中了一个后门花。OK， 那就是我输掉了这个小小一个底池。好，接着有趣的是，这周玩家的就是第二码量多的这个2号位。它的玩法比较多 ，limp 比较多一些特别的玩法。好，它的 limp 中呢，这把牌我在小盲，当然就是87不同色，可以轻松的去跟住看 flop。好，大盲玩家也是做一个跟住。那最后这把牌我们是一个3人的底池进入到翻牌。好，翻牌就超级幸运中3条。那这边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埋伏。都过牌之后呢，第一家 limp 的玩家他选择一个下注，然后这边想一下去跟注，我这有3条，以及还有挡花，那是非常轻松去埋伏的一个手牌。好，进入到转牌之后呢，这边有趣的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我跟第二码量多的一个对决，而且我如果喷掉这个所有的筹码来讲也是会非常痛的，所以我从3张到这个 turn 上都不会急着去过牌加注对手。尤其 turn 上又开了一张正门花，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非常小心的去玩这个手牌。但是我也知道这玩家是 limp 范围超级宽的，因为前面他有玩过很多次这样的一个动作跟频率，所以我也知道说他的 limp 的手牌不会永远都只有对子或是质量很好的牌想要去埋伏。那在这边我当然是如果知道对方的范围是非常宽的情况之下，选择去跟住会是赢到对方的炸胡范围，而且还可以把这个底池控制在一个合理的一个帕里面，避免就是所谓的你可能还没有中到最强的几组牌，然后你去进行一个 ICN 自杀。那所谓 ICN 自杀就是
你就跟别人互相冲撞，然后出局到其他短马就很开心的可以拿到更多钱。好，所以转牌这个地方我就再继续做一个跟注。好 ，River 开了一个 King， 那这个 King 是非常好再继续过牌的一个手牌，原因是因为第一家的 Limp 会因为这样的范围越开越大，而去对我们做更多的炸胡的机会。那当然，它最后是新疆修档，那收下一个真的非常来的意外突然的一个底词，是一个 Limpa， 让我看到翻牌后。好，经过这几手之后，我筹码本来从第1名又掉到现在是第2名，而第2名我大码筹码也才20多个大码，后面玩家就是很接近15大码上下。其实比赛往往到最后面关键的时候，都是在打15到20到25 BB 的一个战争。那我5个人呢，在这个阶段其实僵局了一阵子，到底能不能突破重围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奖励圈从第5名开始是26万多，到第1名130多万多。那你把这个钱直接大概乘以 1.3 左右，就是换算成台币了。那上面是越南盾。然后在这5人僵局中，我的筹码会一路掉到最后直接出局，还是有机会可以冲回上去到 Triple Leader，展现最后的筹码优势打到最后呢？下集跟大家揭晓。影片的最后要带大家来惠安一起走走。惠安可是在2019年被评选为全球 Top 15的旅游城市的第1名。越南的旅游很安全 ，Grab 也非常的方便。前几年巴南山开始爆红，而且呢，整体包含缆车的规划很新颖，也相当不错。加上有被誉为世界前10美的沙滩，以及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惠安古镇。可以乘坐着有着彩色灯笼的小舟，还有祈福的水灯，难忘的水果剉冰可以吃，还能够花15越币拍一张完美灯笼照。周围有越南版的迪士尼的主题乐园，水上、陆上、野生动物区，非常多可以玩的设施。我最推荐的就是可以看长颈鹿跟大象，且可以喂食它们哦。接着还可以去到惠安印象主题乐园，近期才开幕，全程呢可以参观。整个园区以外有500位的演员的户外壮观演出，绝无冷场。最后呢，则是一定要排入体验椰子船，看看水上烽火轮秀，这些都在惠安30分钟内的车程可以抵达的位置。如果想安排自助旅行，现在呢有直飞又近，非常方便，推荐可以来岘港看看哦。OK， 那到这边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影片，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开小铃铛。7，拜拜。